现在的工作形态大部分是坐在办公室里，对着电脑写着一篇又一篇的文章，无论是报告、邮件或其他类型的文章。每天我们有大量的文字要堆砌，但是每当提起笔来或是双手放上键盘，脑袋却常常是一片空白或是一片混乱，不知从何下手。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提高写作的效率呢？若是追求优美的文笔表现，以下介绍的这个方法可能不太适合你，但是若是要提高写作效率，这个方法绝对可以满足你的需求。今天要跟大家介绍的是金字塔原理，思考、表达和解决问题的逻辑。欢迎来到 Twilight Say 维明说，这是个学习的频道，我将分享我所学习的觉得有用的东西给大家，希望可以带给大家的生活更加多彩多姿。金字塔原理是全球知名的管理顾问公司麦肯锡的内部写作培训课程，由麦肯锡第一位女性咨询顾问芭芭拉明托设计编写。当时的芭芭拉明托被公司认定为写作的好手，因此被派到英国伦敦帮助需要写报告的同事们。他那时开始研究写作技巧时，发现有许多书提到关于如何写句子和段落，但却没有一本书提到要如何整理思想。然而思想才是句子和段落要呈现的内容，因此他开始自己着手研究和寻找实用的写作方法。从这过程中，他发现了金字塔原理。金字塔结构可以分成三大部分：一、序言；二、中心思想；三、次一层思想，可持续往下延伸。首先，我们来看看序言的组成是什么。序言主要也是由三部分组成：一、背景 situation； 二、冲突 complication； 三、疑问 question。 序言以说故事的方式呈现，因为故事的形式更容易引起读者的兴趣。例如，从前从前，在一个夜黑风高的夜晚，忽然间远方传来一声尖叫。看到这样的开头方式，你肯定能知道这应该是个恐怖故事。然而你不会只停留在这里，你可能会想，那接下来的故事会是什么呢？这就是使用说故事的形式呈现序言的原因。接下来我们来认识序言的各个组成部分。一、背景指的是对所描述的主题相关的时间和地点，主要呈现的是读者已经知道或大家普遍认知的东西。这部分的目的是让读者热身，预备他们接下去的阅读。例如，我们都知道2020年全球被 COVID-19 侵袭，导致全球各地灾情严重。看到这样的背景，读者大概就能掌握你接下来要讲的主题是与 COVID-19 有关。二、冲突这部分指的是背景中发生了某件事情，冲突所描述的内容是引发读者对主题提出疑问。例如，在 COVID-19 侵袭下，我们的生活出现了重大变化，这些变化对我们习以为常的生活模式带来了重大冲击。若是这篇文章是写给关心 COVID-19 的读者，他们心中就会开始泛起疑问，可能包括我们生活中哪些地方出现了变化， COVID-19 带给我们的生活有哪些困扰。三、疑问接下来你就可以将揣摩读者可能提出的疑问写出来，引起读者的共鸣。若是这是他们心中也可能会有的疑问，基本上你的序言到这边已成功一半了，因为这些疑问会促使读者往下读下去。例如，我们要如何平安度过 COVID-19 呢？到这边你已经完成序言的撰写，可以准备正式进入金字塔的结构了，也就是第二部分的中心思想，金字塔的最顶端。中心思想是承接序言的最后一部分，疑问，它就是疑问的回答，也就是你要给予这个疑问的答案。从中心思想之后，你不用再使用说故事的方式撰写，因为从这部分开始，你要先建构你文章的骨架。当你完成这个骨架后，你再将其撰写成文章的形式。这份骨架是以关键字或关键句来呈现，不需要将完整的段落放进来。当你布置好中心思想后，接下来就是展开往下各层的思想。初学者建议从上往下建构金字塔结构，这会比从下往上来得容易些，因为从上往下建构，你是先设定中心思想，再往下使用逻辑开展下一层思想。相反的，由下往上建构，你则需要从散乱的思想群中找出它们的共通点，好往上建构中心思想，难度比前者高很多。中心思想与下一层次的思想间的关系是问与答的关系。针对中心思想，你提出疑问，而下一层的思想们是回答你的疑问的答案，而每个答案又是在下一层思想的中心思想。例如，前面提到的疑问，我们要如何平安度过 COVID-19 呢？你的答案可能是疫苗，这时疫苗就是你接下来发展金字塔结构的中心思想了。要再往下发展下一层思想，你的问题可能是为什么疫苗可以克服 COVID-19 呢？从这个问题，你再去发展针对疫苗这个中心思想的下一层思想。接下来就是关键了，每一层的思想群，他们使用的逻辑结构是什么呢？按照书中所说，主要的逻辑呈现方式有两种，演绎推理和归纳推理。
归纳推理在之前神奇数字3中有简单提到过，这里再详细说明一次。我们先说明一下演绎推理是什么。演绎推理指的是各思想间是有前后因果关系的，例如 A 等于 B，B 等于 C， 所以 A 等于 C， 这是最简单的例子。再例如，所有人都会死，我是个人，所以我也会死。再复杂一点的例子可以是，假如我是一个业务员，我想要有业绩收入，那我的演绎推理会是，我要先有客户名单，再针对客户名单广发邮件，再针对回复的客户进行拜会邀约，再从中进行产品简报，再进行报价与谈价，最后成交，从成交金额中获得我的业绩收入。透过演绎推理来发展次一层的思想，那中心思想就会是演绎推理的终点。例如前面提到的中心思想疫苗，若是使用演绎推理，就可能会是以下的样子。我要回答的问题是，疫苗为什么可以克服 COVID-19？ 疫苗可以产生抗体，抗体可以降低 COVID-19 的感染几率及死亡率。当有 65% 以上的人获得抗体，就可以与 COVID-19 平安共存了。所以克服 COVID-19 的关键是疫苗。接下来我们来谈归纳推理。归纳推理是找出思想群的共通点，将其提炼出来，成为上一层的中心思想。例如 AB、AC、AD 三组思想，它们的共通点是 A， 所以可以将 A 提炼成它们的上一层的中心思想。例如豆腐、豆花、豆浆，它们的共通点是豆制品，所以可以用豆制品将它们归纳成一类。又例如苹果、三星、小米，它们的共通点就是手机制造商。再拿疫苗为例，它的下一层思想可以是重症率降低、死亡率降低、感染率降低，这三个关键词可以归纳出都是疫苗带来的效果。透过以上的说明和举例，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发现，相较于演绎推理，归纳推理相对简单。这也是芭芭拉明托建议初学者在发展下一层思想时，先使用归纳推理，因为你只需要从中心思想去思考下一层思想与它的关系，而不用像演绎推理那样还要去思考下一层思想间的关系。当你掌握了序言的写法和金字塔建构的方式与逻辑，你就拥有了基本的金字塔结构的写作能力。再下来就是经过练习和经验的积累，让你更加熟练它。当你越来越熟练，你就能越来越快地完成文字的堆砌。金字塔原理除了用在写作上，就像书中前言提到，它是个思想的整理工具，所以凡是需要整理思想的工作都可以运用金字塔原理，例如思考事情、分析问题，甚至准备简报演示等。若是想再更深入了解金字塔原理，可以把这本书找来阅读，让你能更加掌握细节内容。最后以书中对初学者的建议做个总结： 1. 要先尝试自上而下法。 2. 序言先写背景，将背景作为序言的起点。 3. 多花点时间思考序言，不要省略这一步。 4. 将背景放在序言中。 5. 序言仅涉及读者不会对其真实性提出质疑的内容。 6. 在关键句层次上，更宜选择归纳法而非演绎法。摘录自金字塔原理第3章初学者注意事项。以上是今天的分享，谢谢大家的观看，欢迎按赞、订阅、分享及打开小铃铛。